这几天物理诺奖的揭晓，又让量子力学这个大众不太喜欢的怪物变得热了起来。不管喜不喜欢，量子力学已经无处不在，它已经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最常见的就是你使用的手机，而且量子力学确实是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生活的环境中，包括我们自身。那么这次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吧。202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3位科学家，他们在1985年做了一件看似违反物理常识的事，让一个由数十亿电子组成的电路像单个粒子一样穿墙而过。这3位获奖者分别是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翰·克拉克、耶鲁大学与加州大学圣塔巴罗分校的米歇尔·德维类，以及同样在圣塔巴罗的约翰·马丁尼斯。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用一个小小的超导电路，第一次在人类尺度上展示了量子力学的2大特征：隧穿与能量量子化。这要从一个叫约瑟夫森结的装置说起。1985年的实验核心的约瑟夫森结可能只有微米级，它由2块超导体中间夹着一层极薄的绝缘层组成。按常理，这层绝缘体就像一道铁门，电流根本穿不过去。但量子世界有它自己的玩法，电子们可以结对形成库珀对。这些配对的电子能像一个整体一样同步起舞，结果它们居然能集体穿过那道理论上无法跨越的暗障，这就是量子隧穿。为了验证这种魔法，克拉克和他的团队在实验室里将电路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，然后持续监测电压变化。正常情况下，电路处于零电压状态，意味着电流流动顺畅而稳定。但偶尔系统会突然跳出这个状态，产生可监测的电压信号。那一刻，宏观世界的量子隧穿真正发生了。更神奇的是，他们发现这个系统吸收或释放能量的方式不是连续的，而是跳跃式的，一次只能吸收或释放一个量子。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让量子现象在宏观层面显现出来，还为验了能量的量子化特征。为了验证这一点，研究人员向约瑟夫森结施加了精确频率的微波信号。微波就像一把能量钥匙，为系统提供特定的能量。当微波频率恰好等于2个量子能级之间的能量差时，系统会发生共振运转，从基带运转到激发态。这一过程并不是连续爬坡，而是一次性跳到更高的能级，体现出能量的量子化特征。但运转本身是不可见的，真正被测量的是运转之后的隧穿事件。当系统处于激发态时，它更容易从事情中一套表现为从零电压态跳到有限电压态。研究人员通过统计电压跳变的发生概率，发现系统只在特定微波频率下响应，说明能量只能以离散的量子单位被吸收或释放。这个过程就像一个大碗里放满了骰子，锅静止时，骰子们安静地躺在锅底，代表系统处于基态 E0。当微波频率拟配时，就像有人轻轻摇动锅，骰子开始翻滚，进入激发态 E1。而当骰子翻滚到碗边并穿墙而出，你才在外部检测到它，这就是电压跳变，是隧穿真正发生的标志。研究人员正是通过这种骰子飞出锅的信号，确认了能量跃迁的量子化和隧穿的宏观表现。在约瑟夫森结实验中，系统在微波激发下进入叠加态，既可能处于基态，也可能处于激发态。当微波频率与能级差拟派时，系统跃迁到激发态，隧穿概率显著增加。研究人员通过测量电压跳变的发生频率，观察到系统只在特定频率下响应，这些跳变正是系统从市井中逃逸后的宏观信号。这种跳变速率被称为嵌阻尼逃逸率，它揭示了系统在低阻尼条件下如何以量子方式从市井中穿出，并坍缩到可测的电压态。每个骰子代表一个可能的量子状态，而整个碗则象征着一个宏观量子系统，就好像一个大型的原子。当碗静止时，骰子们安静地躺在碗底，这就像系统处于基态 E0。当碗被轻轻摇动，骰子开始翻滚，增加了飞出碗边的概率，这就像系统处于激发态 E1。而当碗剧烈震动，骰子们突然穿过碗壁飞出去，整个系统发生了宏观可见的跃迁，这就是宏观量子隧穿。
碗里的骰子比喻可是于哥昨晚开脑洞想出来的，仅供参考。这是帮助大家形象理解能级跃迁与隧穿的关系，以及只能用数学描述的量子叠加态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在碗翻滚的过程中，骰子既处于静止又处于运动的概率状态，正如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 Land-Her 和 Land-Her 的叠加态，也就是概率负的平方等于1。而一旦你去看骰子的位置，也就是进行测量，系统就会塌缩到某个确定状态。这就是量子计算的核心机制。马蒂尼斯后来加入 Google， 参与 Terra-One。这类氢券可以做到手掌大小，甚至更小，但依然需要庞大的低温系统支持。一个手掌大小的电路，却在行为上和单个原子一样鬼诞，这就是他们的成果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语干脆而精准。他们在一个可以握在手里的系统里，展示了量子力学的隧穿效应和能级量子化。有人会问，这种看似抽象的实验有什么用呢？其实它影响深远。今天的核磁共振影像、超灵敏磁场调闸器、量子计算机的基本逻辑，甚至智能手机的精密传感器，都能追溯到这项实验的原理。正如克拉克智人所说，手机之所以能工作，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些研究。他们证明了量子力学不是纸上谈兵的数学，而是可以被制造、控制和利用的真实力量。几十年前，薛定谔用一只又死又活的猫嘲讽量子摆论。今天，人类用工程技术把那只猫的特性变成现实设备的基础。德沃瑞也成为谷歌量子部门的首席科学家。量子计算现在还需要8到10年才能成熟，但他们的实验让这条路第一次变得清晰可行。这项工作让人重新认识量子力学真正的威力。100年前，量子力学诞生时被视为疯狂的理论，因为它违背运值，粒子能同时在2地出现，能穿过障碍，还能以概率方式存在。如今，这种疯狂被人类驯服成科技的引擎。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勒尔里克逊所说，量子力学已经100岁了，它还能给我们带来惊喜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无比有用。它是所有数字科技的基础，从核能到晶片，从卫星到人工智能，量子效应无处不在。今天的获奖者只是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敢于理解和操控这种奇异规律，就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工程现实。这也许正是诺贝尔奖最希望传递的精神。科学不仅是理解宇宙的钥匙，更是改造世界的工具。而量子穿墙的故事正说明了世界本身的规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灵活。我是于哥，谢谢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